这个江南巡抚啊，怕罪责落到自己头上，就先参了邵知府一把。这个邵知府呢，听到消息之后，当场就给扔了。现在已是无心查案。若是我所料不错，现在南都城里大小衙门都在互相推诿，谁也不肯牵头查案吧？确实如此。案发首日，本应当收集线索，确定嫌犯，都被他们这些蝇营狗苟的私信给耽误了大好良机。余生，我为何觉得你不想官府破获此案？精明啊，确实如此。我只是在为南都的百姓感叹。那人还说了些什么？你细细说来，切不可有任何遗漏。好，王捕快是这么说的：这案子当真奇了怪了，这船上一点私斗的痕迹都没有。这押船的一标30多个官兵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么说，应是监守自盗。哎，公子慎言，当心祸从口出。如今人心惶惶，刚才几次，公子切莫再提。你说会不会不能说的，就越是可疑？倘若真乃那些押船官兵监守自盗，那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想必他们的老少妻儿都还在南都城中。可一个官兵1年的俸禄，也就不到300两，这眼前放着10多万的官银，抛妻弃儿也是有可能吧？一船有30余人呢，哪怕他们全部抛弃妻子，想要不走漏半点风声，绝无可能。那人还说了些什么？10万两官银呐，还有公子家的贡布，岂是说搬走就能搬走的？只要上岸，车辙马印，线索总该留下点吧？我们巡抚衙门4个巡防营，沿河80余里，两岸全找遍了，愣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那要是这样，根本就没上岸，直接沿江运走了呢？哪怕是连夜行船，天亮之前他能走多远？这天一亮，船自然无处遁形。我们已经把周边的渔场跟码头都打听遍了，没人见过吃水深和载重物的船。此事说来也确实离奇，这坊间传闻也是众说纷纭，还有说什么水鬼劫银的。你说会不会跟官府失窃案有关？苏公子以为呢？现下并非乱世，这放眼望去，普天之下能对官府动手的也没有几人。若真的是一伙人，确实有费解之处。你接着说。我是这么觉得，上次官府失窃案，他们并非冲着银子而去，是想栽赃诳贿庄。可若真的是这样，此次劫官船，若还是想栽赃云兄跟莫老板，应是绝无可能。分析的有道理。不过若往后再想一步，我就只能想到此处了。南都城中同时出现了2波劫匪，手段何其相似，亦是同样高明。说是巧合，我绝不相信。他们必定是同一伙，所以之前栽赃广汇庄不是他们的目的，而只是手段。那依云兄所言，上次栽赃广汇庄不是为了扳倒莫老板，而是另有所图。明玉啊，我不是不想说太多，只是此次的水鬼劫银案，恐怕会招来一场轩然大波。我不想你被卷入太深。可现在贡部都不知去向，我如何坐视不管呢？我只是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百年丝绸皇商，乃是苏家之根基，贡部亦是重中之重。织造司那边你可打点了？这你放心，我找了几个相熟的工部，都已重金打点过了。他们也说
可以帮我延期，还找了一批新的职工，正在赶制公布。好，那这段时间，您安行此事即可。好，那我先回去。你若有事儿，随时找我。明玉啊，其实你在我心中已如挚友。南南，南南，舵主，舵主，舵主，什么是慌慌张张的？少主那日不是已经出了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盐曹境百里全部戒严，走不成了。属下倒是有些门路，可以安排些好手护送少主渡江。恐怕不行，我带的东西啊，太显眼。记得少主走时可是两手空空。不错，我不愿意空手而归。只好结了上京的贡银。看来叶舵主早已料到，少主那日劫杀官差，就是为了夺取传令文书。欲结贡银，须得知晓官船出港的时间。叶舵主，南都的地界你比我熟。你帮我想个法子，把这些扎手的货呀处理掉。叶萧，少主并非是与你商量。少主是要我引火自焚。叶舵主何出此言？你放任唐老板败光了阁中的银子，我这是千方百计帮你补空缺，你当谢我才是。少主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阁主会不会怪罪？怎么，连你也想管束我？岳无不敢。阿娘老糊涂了，一再放任南宫坊扩张势力，我那姐姐也是愚不可及，竟妄想借云台之手制约南宫坊。以她的心智，只怕早被公子相反制了还不自知。女流之辈婆婆嘛，都难成大事。岳无只做少主最快最好的道。看看，拨云见日，此为天意。
姐姐要杀我。既然屡劝不听，只好将你绑回江北。好啊，来，让碧月屋带着我的尸首回去便是。大小姐若是怪罪，请杀了月屋，切莫伤害少主。跟我来。我初入南都时在此落脚，这屋子出过命案，也有些唬人的传闻。方圆几里鲜有人来。你们暂且在此安顿，不要回客栈，以免被官兵发现。哎，姐，先别走，我们好久没好好说说话了。月屋去外面守着。姐，来。给。想想我们姐弟二人，从小居无定所，跟着阿娘四处奔波，她又忙着打理阁中事务。我们在外遇到毒虫野兽，或遭官兵追捕，多少次死里逃生，都是姐替我避灾挡祸。姐，当初你为何不告而别？你可知这3年，我是如何过的？我当初为何离开，你不知情。大人，林渊姓武，果然是林渊逆党。今日我不想杀你，都给我滚！小娘们儿，投降不杀。娘，3年前，阿娘将我许配给南宫放，我想偷偷离开，一走了之，没想到被阿娘追了过来。你是一定要走吗？凌渊之人，不贪生，不惧死，也不知道降为何物。女儿不孝，辜负阿娘厚望。但南宫放这门亲事，女儿绝不会答应。你打小是很懂大体，为什么今天那么任性？娘，南宫放求亲，看似是对寇家示好以表忠心，可这分明就是僭越。他若成功一次，势必认为寇家对他惧怕3分，日后必更加变本加厉，肆无忌惮。他这些心思，娘怎会看不出？果然是我女儿，看局势看得清楚。南宫放敢求亲，确实是僭越。如果我在大庭广众把他拒绝，让他颜面扫地，心有不甘，倒不如来一个顺水推舟，把你安插在他身边，
可以监视他一举一动，以后可以控制他，为我寇家所用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可南宫放怎会看不透您的心思？他又将如何对我？是有一点危险，可是为阁中利益，我必须一试。你不会让娘失望吧？为阁中利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吗？可我是您的亲生女儿。我知道，南宫放以伟大不掉，为防止阁中内乱，势必慎重用神。女儿此去，并不只是为了逃婚，我定有方法对付她。你打小性格刚烈，如果我硬要把你带回去，你会以死相逼吗？女儿此去，定不会让娘失望。我不失望，我只会当从来没有生你这个女儿。当真老糊涂了，当初是谁重用南宫放？待到局势失控，就要拿亲生女儿来做交易？不可胡言！我哪句说错了？若非他手术两端，酿成今日祸患，姐姐如何会有这样难堪境遇？阿娘向来以大局为重，不论儿女私情。当年的境况，她也别无选择。什么别无选择？当年她接二连三仓促起事，多少义士惨死，伪朝官兵刀下，凌渊因此重创，这才重用南宫放筹集资金，稳定局势。全是他混招结出。此事不可再提。当年阿娘接连起事，亦是为了稳固寇家在阁中地位。那些事情错综复杂，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。姐，他对你如此绝情，你却百般维护他。她是我娘，我只有你们两个亲人。亚楠，你是我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人。姐，我还有一事不明。什么？你我都为对付南宫放，替凌渊打破死局。如今眼看叶宵已在悬崖边上，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解决他，你为何横加阻拦？你要将叶宵推下悬崖，自己将站在何处？你可知公子相已猜到，你栽赃莫不凡，乃是另有所图，断定劫夺官船，并非只为银子。就算他猜到此处，那又如何？你还不明白？如此下去，他很快会发现，南都城除了叶宵，还有另一股凌渊势力。姐，你把这公子香说的神乎其神，简直多智而近妖啊！你若对他了解一星半点，就知我并未夸张。姐，你莫不是中了他的蛊惑吧？可纵使他有通天本领，不还是被你给骗了？我看他对你倒是在意的很。不说这些，此事你听我的。行，那我静观其变，但有异常，我待闭月无出城便是。你最好立刻就走。不行，我不能留你一人与他们周旋。你想想看，我知晓叶宵所有部署，你掌握云香一举一动，
你我联手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大人就这么去见邵知府？不然呢？按官场规矩，不该先递个名帖吗？这案子日后少不得府衙配合，咱们总不能与邵知府交恶吧？哥，你在内卫府待几年了？回禀郡主，6年有余。6年？这哪里不妥啊？内卫登门拜访，名帖先到，只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有好事相告。眼下南都正案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他稍一何难辞其咎。要是我们先递名帖，他随意找个理由躲开，我们何时才能见他？况且就此案来讲，我们并非要让他配合我们，而是要想方设法让他的权利暂时为我们所有。所以对他，我们可以恩威并施，绝不能一味示好。明白了，郡主所言有理。是吧，叔？这些都是王爷教你的？何须教我？王府里每日进进出出多少官员，看也看会了。叔，你们内卫府是不是清闲得很啊？要不然波哥哥怎么待了6年，还是个官场白丁呢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他但凡有你一半机灵，能任你欺负？好了，出发。下官借着临江楼的醉花阴，先敬郡主一杯。郡主占领南都，下官未能远迎，真是有失礼数啊。我刚一下马车，我就想起来，小时候随爹爹游历南都，在这院子里很是住过一阵子。今日算我回家，何须你来迎我？啊，想不到我与郡主竟是这般缘分呐！实不相瞒，下官此次造访南都，一无宫中尚书，二无内卫衙门指派公文，全因得知南都府库失窃，想来彻查一番。不料半路听闻水鬼结阴的奇案，职责所在，就想求个真相。本府正因此事焦头烂额，只不过就此案来说，当真怕委屈了神母啊。此话怎讲？本案理应由我南都府统管，柳大人既无上命在身，按照朝廷的律令，当听本府派遣才是。邵大人，我听爹爹讲过你的一件趣事，不知是真是假。5年前，爹爹巡游南都，正是邵大人设宴款待。确有此事。期间你们推杯换盏，相谈甚欢。没多久，邵大人便醉得不省人事。醉酒无妨，多寻常啊。只是邵大人，你可知您醉酒后都说了些什么？说，你要不要记一下？记一下吧。邵大人当时纵论古今，说起太祖朝的律法，感念当时的官员仅贪慕20两银子，便要受剥皮食草之刑。哎，当真残忍啊！下官断断不敢妄议太祖皇帝啊！有趣的是，邵大人说那些赃官若是生在天庆年间，一定有法子带他们一同发财，绝不叫人查出半点破绽。邵大人，究竟是何妙招？您说出来，给内卫们长长见识呀！绝无此事，本府绝不可能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呀！没有啊，那是我爹撒谎喽。不，这父王殿下怎会说谎？别急了，这些都记不得呀！大人，这是内卫衙门的本分，你不会干涉吧？还有邵大人，莫往心里去。郡主刚刚不说了吗？都是醉话。李波，刚刚的话都记下了吗？全都记下了。那就收起来，好好保管吧。邵大人，
我们说探案的事情。林堂堂知府统领南都，位居3品，刘某一介闲人，舔军内卫，官职5品。此次办案，刘某全凭调遣，还望邵大人多多照拂。这追鬼决阴案还需您全程把控，若需邵某配合之处，邵某定当全力以赴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刘大人，邵大人，哼，这不妥吧？我们岂不成了鸠占鹊巢了？严重了！外面的客栈呐，它不干净，让柳大人跟郡主住在这儿，我才安心呐。哼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邵大人的好意，下官心领了，那就不远送了。关门。大人，这如何一场酒就变成这般？唉。大人，您说那柳公权，他虽是福王家的门客，可说到底，他还是皇上的人。那他此次带明珠郡主来南都，到底是为福王办事，还是为皇上办事？大胆！这是你该说的、该问的。张嘴！学生知错，学生知错，学生知错。福王的，皇上的，这不是一回事儿吗？说，怎么样？下次是不是不用我缠着，你也会主动带上我啦？这人怎么回事啊？连句谢谢都不说。郡主切莫怪罪，郡主若跟大人办案多了，便会知道。他但凡过问案情，开始整理思绪时，便是刀枪不入，六亲不认。一贯如此。是。好吧，果然是人无癖，不可与之交言。云香，整个连生坊怎么就你一人？苏明玉带着柯梦兰去督察贡部了，金兄带着天狐和孩子们重新收拾一下老宅子，准备重新开善堂。你为何从来都对我不闻不问？啊？怎么了？我要问什么？我每日去了哪里，见了何人，你从不关心。你不想说，自然有你的道理。你想说的，我不用问。我明白，这段时间我可能有些心烦意乱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。你不要生我的气啊！我没有生气，这个时候，我怎么会给你添乱呢？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结阴案的事情。起初，我本想去巡些押传官兵的家眷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事先谋划、监守自盗的迹象。他们的家属应该都被官府看押了吧？那可未必。一标官兵30几人，亲眷至少也有上百人，有1、2个漏网之鱼也在情理之中。你找到其中一个？不是，我得知有个官兵的弟弟曾因偷鸡摸狗进过大牢，这回听说官府又要拿人，便吓得先躲了起来。他们这些毛贼平日都是藏在竹山街藏身消隐，我虽未找到此人，但却无意得知另一消息。是什么？这个张银匠
被夜宵雇去容银。多谢，多谢。他做活细，你别催他，也别对他动粗啊。行了，回屋吧，赶完就回来了。那蒙面人名为原野，是夜宵的心腹。这条线索应该足够帮公子香展开追查了吧？我担心他对我起疑，但愿还能蒙混一次。这几天我必须在他身边，你切莫。姐姐放心，我绝不轻举妄动。竹山街那些专替毛贼销赃容银的银匠，一夜之内全部被人雇走了。可知雇去了哪里？还未打探到。你带来的这个消息至关重要，它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是对的。谢谢。也是为我自己，看你忧心，我也不安。你把眼睛闭上。为何？听话。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就想这样答应我。听金兄说，你之前的那根簪子断了，今后带这根。簪子的事情，我只是随口和老金说过。你要记得，以后对我说，那些关于你的过去，我不曾经过的，我都想知道。云香，方才那一刻在想什么？真希望这一切都早点结束。我想和你就这么守着，管他外面的纷纷扰扰。我又何尝不是？他们抓走了珠山街所有的银匠，这正好印证了我的猜测。那么多官银想要运走，实在太过于险。而最好的法子，就是重新熔炼。不过眼下城门封闭，难寻外援，
所以他们只能从城中招募引荐。可眼下却有一件事情，会影响我们进一步追查。什么？如今的南都府已下达修史令，派遣兵丁全天候巡查，犯案者自然不敢轻举妄动。但他们不敢动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线索。可就算把官锭熔成了碎银，也有足足10万两那么多，转运起来依然很困难。所以我想，他们一定会分散出手。通过钱庄，钱庄自然是要考虑的，不过他们应该会有更好的出路。唐家赌坊，不错。戚天风也说过，林渊本就一直利用唐家赌坊来洗白赃物。看来，只要官府解除修士禁令，我们便可守株待兔。只是我觉得此次可能会有更棘手的问题。之前我们无论是面对曹帮，还是对付唐啸，因为有苏家参与其间，所以官府总是未曾干涉。不过这一次对付林渊的同时，要做好跟官家周旋的准备。亚楠，这一次的劫银案，绝对不是普通的小毛贼那么简单。我不想让你卷入太深，给自己招来祸患。凌渊那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我不能让你一人面对他们。云香，我能帮你，不要让我置身事外。这崭新的官锭铸成碎银，这到底要做什么？想活命就闭嘴，哪那么多话？你呀，别问那么多，早干完早安生。你坐那儿吧。所有影子都派出去了，还是康桥亲自领衔。你我啊，只需在这儿安心的等消息，他们不会空手而归的。莫爷，伤筋动骨之人一般是食不甘味的，莫爷倒是从不落俗啊。每天一支，药食同源，这伤口才能好得快。行吧，你吃吧。最好将那些马蹄啊、羊蹄啊都买回来尝个遍。你少唬我，羊蹄热气大，不利于伤口，这吃啊可不能乱吃。反正你也时日无多了，随心所欲些吧。你说什么？药食同源呢是不假，但是莫爷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莫爷受的是鞭伤，现在还应该服着金疮药吧？是啊，这金疮药止血是奇药啊。
皆因其中含了生麻、菖蒲、没药，但是最为关键的是龙骨和雄土鳖。而这猪蹄，这油乎乎的这个胶质，是最容易让雄土鳖失效的。因此，按莫爷所说，吃了那么多日，看来由鞭伤所引起的脓血症，怕是躲不掉。你少吓唬我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你看看你的手指。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脓血症，正是由这淤血不化开始的，眼下看起来像是病症初期。只可惜一旦得了此病，眼下恐怕无药可医呀。莫爷，不如我们说说正事吧。我跟你聊什么正事儿？我都这样了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！不是，天下事有些是人力可为，有些人力不可为，我们总得一件一件慢慢来吧。你看啊，现在南都大小钱庄10余家，再加上唐家赌坊，还有他们的分店，莫爷麾下到底有多少影子，可以同时盯住那么多地方？你少趁人之危啊！想摸我的底啊？说说无妨嘛。眼下只需盯住唐家赌坊便可。啊，明白。即便他们将官锭熔成了碎银，那也是锃亮的碎银子。在眼下这个风口浪尖，突然将那么多新银子存进钱庄，必定招人怀疑。所以他们最有可能将这笔钱运到唐家赌坊，以旧钱换新钱，对吧？还有什么是你小子不知道的吗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颇值得玩味。你不如想说，结义案未破，官府为何开了城门，又下令禁止了修士？哎，知我者为莫也啊！官府如此行事，必然是想引蛇出洞，此计也颇为精妙。只是，一旦最后未能破案的话，这个决策者必定饱受非议，说不定还会背上玩忽职守的罪名。哼！就邵逸恒那个酒囊饭袋啊，他没这个胆识，这肯定是事情闹大了，朝堂上派人下来了。莫爷既然什么都猜到了，那你还执意要去劫那批官银？当然了，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得把我的银子要回来。那是我的银子，哪怕日后我散尽家产求个平安，那也是我的事。明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再叨扰了。有什么想吃的，随时告诉我。哎，你别走呢！你给我说这个怎么办？我给你带了些秘药，但是又怕你挑嘴，所以淋在了猪蹄上。其中有一味药呢，对于止血化瘀有奇效。是用青核桃皮炼成的。我也不小心沾染了一些。走！你放心，过个2、3日，总能洗干净。你给我走！袁老板，您看，您这新换旧银，短短半日已经换了6000多两了。有何不妥？东家不在，老朽实在不好做主啊。少废话，这是你东家早已同意的。李白强，客官里面请。李白强，就是他。你可看准了？此人进进出出好几回，每回空手而出，总要背一个包袱出来。看走动模样，包袱绝对不轻。我先走。少主，这便是大小姐说的影子。没错，只是未曾想，这康桥也是习武之人。哼，不过尔尔。此事甚是有趣。那边南宫放效仿云台钻营商道，这边莫爷学着凌渊培养死士。如此下去，这二者合二为一，岂不皆大欢喜？去，
做我交代的事儿吧。是，少主。哎，客官，您需要点什么？一壶酒，2碟下酒菜。哎，好嘞，客官您稍等。乔哥，我看过了，这里头没有守候门，他跑不了了。转手啊，我们是盯人，还是盯银子？银子。夜宵是如何教的你们？带了一路的尾巴，竟一无所知，还不快走！他才刚满17岁。之前派去监视唐啸的3名影子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多半已遭了毒手。短短4日，折损4人。善战者，治人而不治于人。早一日直面，便多一份胜算。那都是一群疯子，你可曾想过跟他们对峙的后果？莫言与我相识已有段时日，你心里应该清楚，能在此时与你联手的，就只有你面前这个人。为了复仇，你当真什么都不怕吗？有莫言在，亦是我的底气。你早早算准了今日。是，或不是。林渊狂徒穷凶极恶，陷害莫言，杀我兄弟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如今已经惊动了对方，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眼下的线索虽断了，但还有一条新的线索等待我们去查。什么线索？炭。对，容银必要烧炭，容10万两，得烧多少炭？云公子留步。你我同门之间，有话但说无妨。今日之事，公子可觉得有何蹊跷？不知道是凌渊本就安排了高手，暗中保护运银之人，还是他们一早就知道会被盯梢，提前做了部署。你现在是在怀疑
有人在暗中报信。莫邪麾下影子，皆是土生土长的南都之人，眼线遍布全城。未曾想，却是舒姑娘最先发现黑市银匠的线索。我虽未找到此人，但却无意得知另一消息。是什么？竹山街那些专替毛贼销赃容银的银匠，一夜之内全部被人雇走了。可这雇去了哪里？还未打探到。啊，此事的来龙去脉呢，我已经核实清楚了，并无疑点。疑点就是太过巧合。既然你如此怀疑，为何刚才不当着莫爷的面说？强敌临门，自当通力合作。莫爷性子急，我怕当面说，惹得你们生了嫌隙。康掌柜心思缜密，不过我身边的人，我自有判断。今日如何有兴致约我喝酒赏月啊？最近觉得乏得很，却总想起那夜的酒。还记得那天在江边，你拎着酒就去找我，本是为了安慰我，可没想到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。这些囧事，你就忘了吧。当初说好一起联手复仇，我的仇报了，你的还没呢。这回我要留下来，好好盯着你。说什么也是醉话，你就别想了。哎，看来又输了近100两。今日的盈利怕是又不多了。今日居然还关心赌坊的流水了？这是我的栖身之地啊，能不关心吗？以你的本事，在哪儿找不到容身之所啊？其实这连身坊对我而言，早已不是寻常的赌坊那么简单。之前在深山修业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喜欢清静，可是如今，我好留恋这热腾腾的烟火气。若能忘记一身背负，做个俗人，自然好。是啊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一日我们在白驹镇没有相识，此时此地，我们会在哪里？该遇见的，总会遇见。那你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相逢，有几分是天意，几分是人为啊？我不懂，只知天意难违。天意难违，人心难测。
当真是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而我却是把醉话当真之人。你怎么了？跟莫爷聊得怎么样？这几日都没有听到你提他。那边的线索断了，莫爷的手下遭到犯杀。据康桥说，杀手是一名年轻女子，手持的兵刃甚是怪异。不过我已经找到了新的线索。这么快？是啊。虽然说，如今唐家赌坊被封了，但是我找到了另一处可以守株待兔的绝佳之地，定能将凌渊匪徒一网打尽。他们绝非善类，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如此十拿九稳？明日你跟我一起，你自然会明白。属下护卫不周，让大小姐受惊了。你这是草菅人命！少主时常教导属下，不使雷霆手段，怎显菩萨心肠？大小姐放心，属下自会将尸首处理干净。你虽不是我属下，但我今日亦要教你：恶狼杀生只为觅食，无故杀戮那是疯狗。恶狼人人惧之，疯狗人人厌之，终死在乱棍之下。属下谨记在心。少主已在等候，还请大小姐别误了时辰。若劳烦姐姐深夜传信，我真是过意不去。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，姐姐的口味变了没有？寇元杰，你休要与我作戏。你口口声声答应我按兵不动。为何有命闭月无足蓝云台追查？若不是他搅局，此刻夜宵早已毙命。没错，是我的命令。只是我哪里想到公子香如此神速，此时不阻拦，不是要拿10万两银子给夜宵陪葬？公子香可能对我起了疑心。他若是威胁你，我便除掉他。保证神鬼不知。不必，我就顺水推舟，全力追查夜宵，正好可以借此打消他的顾虑。
今日之事，公子可觉得有何蹊跷？不知道是凌渊本就安排了高手，暗中保护运营之人，还是他们一早就知道会被盯梢，提前做了部署。未曾想，却是舒姑娘最先发现黑市银匠的线索，疑点就是太过巧合。如果是你身边最亲密的人背叛，你首先想到的也是他，不是吗？你承认自己是凌渊乱党啊？3年前，我曾游历甘州，救下一名濒死的凌渊门人。那你是不是偷学了他们的武功之后，再择机逃跑的？正是。他们绝非善类。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如此十拿九稳？唯独舒雅兰，只是他口中的舒家义母，无从查证。当时我多番试探，但是他并未露出破绽。即使莫爷不信他，也应当信我啊。不过我身边的人，我自有判断。亚楠，聪明。若是如此，就算他怀疑你的身份，也万难想到你就是凌渊大小姐。你若与凌渊有染，又岂会帮他对付自己同门？姐，不如你就别回去了。明天一早便乘船渡江，剩下的善后交由我来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？我不过是担心你的安危。担心我的安危？眼下娘年事已高，你是担心我与你争夺阁主之位吧？姐姐若争，我也拦不住。若是我真与你争呢？姐姐可记得小时候，你从林中带回来一只小鹿，我们争着喂，抱着玩。后来，你怕我没分寸，便不许我再碰。别说了，我便当着你的面把它摔死了。你从小到大真是从未变过。人呢，怎么会变呢？姐姐你也一样，你是凌渊的人，阿娘给的印记，一辈子都洗不掉。公子乡已盯上木炭来源，只等夜宵去口探，尽快了结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
行，我正好闲来无事，去催催也行。姐姐慢走。我听金兄说，你之前的那根簪子断了，今后带这根。你要记得，以后对我说，那些关于你的过去，我不曾经过的，我都想知道。少主为何深夜到访？自是来问问银子的事儿。方才容了一小半。至于你先前说的可不一样。别的不说，关键是碳不够，运一次只够烧1-2日。若频繁运碳，又极易被人觉察出异常。这有何难？多找几处买炭，你不是轻车熟路？数日内，官府已经丢了2回银子，外面已经风声鹤唳。我懂了。夜长梦多，抓紧时间买炭，加快铸银速度。不用，快去找云香，让他下来。好。我跟你说，那兴元号是南都最大的炭厂，但眼下这时节哪有大宗用炭的人家呀？他们却接了一单大生意。我算了算，他们之前买的炭也用得差不多了，该来买了。我已命人将炭厂层层围住，就等他们现身了。跟我走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车里等你，快。我想先去找个帮手。公子要去找谁？此去凶险，多个人稳妥一些。我昨日说的，公子当真不以为然。康掌柜怕是多虑了。我自问这世上还没人可以骗得了我。不枉我这么多日草蛇灰线的追查，今天终于要水落石出了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越是在这个时候，
越需要谨慎。你小子少教训我啊！要不是我护着你，你这身子还不知道在何处呢。我说这段时间为什么门主对我不闻不问，全靠莫爷在暗中护我，多谢。你小子知道就好。先说眼前的事儿，赔了的银子，我必然要全部抢回来。折了我几条人命，我要让他10倍偿还。莫爷知道我要什么？放心，管事儿的，我给你留活口。进来。他们装好车了，正在待命出发。准备好了？一切妥当。很好。准备好，出来了。出了几辆？5辆。那多半是在调虎离山。院中一共停了10余辆马车，全部满载货。若是满载，光看车辙，无从判定孰真孰假。人手够，就全部跟。对，确要万无一失。这一队出了7辆，莫爷还剩多少人手？怎么？他们先前知道被人盯着，务必会更为谨慎。我担心这2支车队只是掩人耳目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。丫头说的不错，不过这些都在我们预料之中，早就已经有安排了。你的思虑越发周全了，再过几日，只怕都骗不到你了。跟了你那么久，当然会有长进。这回是了。这帮人穷凶极恶，舒姑娘不必涉险，我去即可。亚男女留下，康桥就跟随车队，我另有重任托付于你，会很凶险。那年长的是广汇庄的东将莫不凡，也是府库失窃案的嫌犯。至于那个年轻的，那必定是公子香喽。据那天邵知府所言，此人也可能是苏明玉。苏明玉出身商贾世家，却无心商道，怎么可能有心机啊？你看那人，步履从容，姿态沉稳，一看就老谋深算，肯定是公子香。魏君主，确是公子香。唉，盯个梢，什么阿毛狗都出来。莫要小看那些人，昨日在赌坊外与这帮盗匪交手的，多半就是他们。只要盯紧公子香，必有收获。兵分2路，探车和公子香都要盯紧。唉，
叔，早知道盯梢一盯盯好几个时辰这么无聊，我就不来了。现在趁着天还没有黑，要不我先去逛逛。你要再这样的话，下次就不准跟过来了。啊，去，李波，你陪着。是。郡主，我身上银子都花光了，要不咱们改日再逛呗？那怎么行？没钱就找钱去。连生坊，这个可是公子香的赌坊。对，就是这家。我从来没去过赌坊，正好赢些钱。走。啊，郡主，使不得，朝廷有令，女子不得进赌坊。那说的是寻常女子。走了。哎，姑娘，长得好漂亮啊！交给你了。怎么，你也要拦我？姑娘误会，最近朝廷宵禁，我们要打烊了。郡主，有大人让您速回。百炭容银，这谁能想到，隐藏在内湖画舫中？灯下黑，这伙人当真艺高胆大啊！大人果真名不虚传，水鬼结阴案就这么破了？谁说破了？柳生部，传令下去，马上调集人手，今天晚上收网。是。说，如何？听到了，竟藏在湖内一座画舫上。我说好了，就等你一声令下。好。魏爷，再等等他。等什么？就南都府衙那帮废物能料到这个？你别什么都草木皆兵。你别忘了，就是这帮废物冒着被罢官的风险，解除了修士禁令。依我看，即使舒姑娘带回消息，也未必。情况有变。果真如你所料，官府的人也在盯梢，并一路尾随车队跟到了码头。趁着夜黑，抢在那帮废物之前拿下画舫，那10万两银子本来就是我的。等一下，若是寻常官差也就罢了，来的是江南神捕柳公权。刘大人，眼下那只蝉就在湖上飘着，咱们这黄雀是埋伏好了，可螳螂似听到了动静，今夜怕是不会来了。说来也怪，这公子萧与莫不凡分明也是冲着画舫去的，临到关头却匆忙撤走了。不稀奇，我刚到湖畔时便发现有高手尾随。大叔何不出手擒下那人？兵以利动，我若没十足把握，又会打草惊蛇，自然不可出手。想来那尾随者应是公子香麾下。这样也好，至少能将那群狂徒一举拿下。只要人赃并获，此案也算了结了。哼，结了吗？
这儿的船我们征用了。别让他们跑了！